本视频由阿米诺熊猫键盘赞助播出，键盘艺术家阿米诺。各位好，欢迎来到盖壳新闻。闲暇时光和好朋友们一起打打游戏、开开黑，已经是现代年轻人放松心情的主要方式。在游戏过程中，既能卸下生活中的压力，又能与好友增进感情，这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今天的主角小陈，他却不那么认为。小陈和大强是一对多年的好友，但是自从他们一起开始联网游戏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他家网络很差吗？他家网络一直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游戏就……据记者了解，小陈和大强此前都是使用家用游戏主机玩游戏，而大强在游戏过程中屡次出现掉线的情况，久而久之，小陈便不再跟他联机。为此，大强还专门向小陈提出过保证。他之前跟我保证过了啦，绝对不会再掉线。你看，他也写过保证书。有尝试过和他沟通吗？是联系不上了嘛？为此，记者尝试联系警方协助解决此事。查水表。说为什么不用7连击包？我没用过，我知道效果怎么样。你不用怎么知道啊？你下次用一下喽。所以说啊，这和朋友开黑打游戏延迟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不，奇优联机宝的效果还不错，大家有需要的也都可以试一下，毕竟多年的。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你们好，我是聂俊。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日本。曾经有人问我，如龙系列是个猛男游戏吗？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会因人而异啊。这里面确实有亚洲最纯正的日本黑道啊，这帮家伙杀夫弃子，逼良为娼，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啊。主角更是各种社交障碍，能用拳头解决的就绝对不开口哈。讲究的就是一个难上加难，一件脱衣，不服就干。虽然不至于血肉横飞，但也有着内敛的铁血柔情啊，令人上瘾。果然，男人这种生物啊，无论什么年龄阶段，都热衷于肉体和肉体的碰撞。但这些呢，并非如龙的全部啊。在严肃和热血的外表下呢，如龙从来不缺少一颗逗逼的内心。小到收集美女名片啊，电话聊骚，大到沉迷夜店、出海捞鱼，各种撸铁，甚至成为偶像。只要玩家敢离开主线啊，游戏就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没有下限。这样的作品呢，在过去的10几年里呢，我们已经体验过一次又一次了啊，自认为习以为常了。但如龙7呢，还是无情的击破了我的常识啊！全新的主角，全新的发型，全新的战斗系统，这游戏真的就是太他喵的敢放飞自我了。所以如龙第8个正统续作，但却是这个系列改变最大的一作，会如何颠覆我们的习惯呢？如果说以前的如龙是一个外表冷酷、偶尔放荡的闷骚游戏，那如龙7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中二病也要当黑社会明骚。就说这破天荒的回合制战斗系统啊，好好的一个热血男儿，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就在大街上玩起了真人 cos 勇者斗流氓，这画面之羞耻，堪比土味视频啊！要说1年前有人告诉我如龙会变成这样子，我也会觉得他脑子有病。但现在，就算世嘉宣布了如龙变成了 AVG， 我可能也不会有丝毫波澜了。当然，还是老生常谈那句话，回合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回合制也能很好玩。不过，毕竟如龙的计时战斗也算是个核心卖点。这么多年下来，即便审美疲劳了，但要改成回合制也不是随便倒腾就行的。实际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如龙7的回合制确实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不少缺乏打磨，有着和旧时代系统不匹配的问题。我们一个个来讲。世嘉自己管制到的系统叫做动态指令 RPG， 这动态指的是环境和敌我单位。游戏进入战斗的方式和以前如龙一样，原地直接进入战斗，不用切换场景，所以理论上来说，任何奇怪的地方都能开战。因此，开打之后，队友才从大老远赶来的尴尬情况，在游戏里可谓家常便饭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也没啥，如龙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现在是回合制了，很多问题就不再简单了。比如说以前的如龙遇到视角不好，
或者特别狭窄的地方，玩家自己跑出去调整就行。但如龙7不行啊，不能控制走位，同场单位加起来随便就能8、9、10人，真遇到特殊情况，那问题真是千奇百怪。比如如龙虽然是个回合制，但敌我的位置是动态变化的，哪怕一开始站位 OK， 战斗过程中也会被敌人击飞到奇怪的地方。我在游玩的过程中呢，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鬼畜意外啊。所以如龙的原地开战和动态走位结合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通篇玩下来呢，问题不是没有，但绝大情况 AI 都能自己解决，这点姑且还是不错的。等于动态走位的设计，在如龙7里释放范围技能就变得有趣了啊！来个直线冲刺，本来蹭得到伤害的敌人，可能刚好就走开了。想用扇形挥击，结果磨叽了太久，敌人闪开了。如果玩家的行动路径上正好有其他敌人，他们还有几率打断玩家的攻击。所以这个游戏挺讲究动态站位的。以前我看动画片，总是不明白主角变身或者放大招前摆出那么多炫酷的招式，敌人为什么不攻击或逃跑呢？或者美少女战士在变身的时候，我能不能戴个墨镜呢？那就能过滤强光，看清楚对方的。这下如龙7证明了大人的世界才没那么单纯。这和很多半计时半回合制的设计稍有不同啊。抓准时机追击倒地的敌人，伤害更高；允许手动的精准防御来降低伤害。技能释放时有少量的 QTE 元素，这些计时要素的存在确实可以引诱玩家自发的打破回合制一成不变的节奏。但同时，他们又并非强制的，要不要操作玩家说了算。硬是完成最传统的回合制也不是不行。所以动态指令这个动态，既是指战场情况的动态，也是指玩家选择的自由。不过，如龙7强调动态的初衷虽好但游戏对于技能的判定范围几乎没有任何提示啊。直线攻击还好理解，扇形攻击基本只能意会。会里的图钉之阵能打中到的人，完全就是量子态。像攻击周围敌人这样的描述，简直就是暧昧，好不好？我不知道攻击周围敌人吗？这还用说明吗？希望下一代能有更直观的视觉反馈。策略是在信息足够的情况下才能叫策略的。而我个人喜欢如龙7的一点是，游戏想方设法给回合制这件事情找了一些大义名分，比如主角春日一番就是个 DQ 死忠粉，聊起天来3句不离开游戏，从小就有个勇者梦。游戏之所以回合制，就是因为春日一番 DQ 中毒，一进入战斗就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幻想成了勇者，非要像勇者一样你一下我一下才有动力干架哈。要我说这不是游戏中毒啊，这是抖 M 晚期啊。而春日一番近乎变态的中二精神，也让他变成了一个人形自走 AR 眼镜，还能多人无限共享。所以敌人一旦进入战斗，就变成各种奇怪的变态造型，这些都是拜春日一番的想象力所赐啊。游戏硬是把黑道为什么会在大街上和流氓回合制打架这件事情给强行解释了一番。老实说，这些解释完全属于扯淡，毫无道理可言，但却不觉得违和，甚至作为游戏迷的我们会为此会心一笑。谁说黑道就不能是游戏迷了？连地上最强的人都是游戏迷，对吧？而如龙7它还真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游戏。身为勇者，春日一番可以面不改色的拿着巨型按摩棒，在大街上收集画满了变态大叔的成人版宝可梦图鉴。累了让偶像妹子唱首《爱的恢复》，无聊了有流浪汉大叔表演高温吐息，看谁不爽上去就是一套电话双截棍，女公关的火鸡洗脸，占卜师的陨石召唤，夜之女王的捆绑 play， 大型阿博主的线下聚会。敌人不多，蓝翔来凑，伤害不高，卫星开炮，气势不足，滴滴打人，巨婴生气，哭破天地，萝莉要钱不给就抢，绘图转身，猛男助阵。要问扯淡哪家强？日本世家找如龙。毫无疑问，如龙7在恶搞上花了巨大的力气，整个游戏的战斗它就没有多少震惊的招式，敌人设计各种鬼畜，我都怀疑 Bilibili 的 UP 主参与开发了。游戏中最搞笑的滴滴打人功能呢，里面用钱召唤的角色大多的来自于支线任务，当中不乏一些系列的老面孔，老玩家应该不会陌生，收集起来格外有趣啊。加上如龙一向擅长小游戏，什么神龙赛车、瞌睡电影、捡罐子、考试领证，以及卡拉 OK 等一大堆传统异能。反正我光是开公司这一个就沉迷了好久，完全不用担心变成回合制之后游戏会不会太单调。要说不爽的话呢，就是 BOSS 缺了点意思啊。毕竟玩家都有花里胡哨的技能了，但 BOSS 却很少有特殊演出的招式，着实是少点 BOSS 的气势。以上内容大家不难看出来，抛开回合制如龙7，还是以前那个如龙。日剧、支线、小游戏、黄金铁三角，熟悉的配方，这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有很多细节是如龙这么多年配合以前的玩法积累下来的，他们是否都适合回合制，我得打个问号。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如龙的经济系统。
玩过的都知道，这个系列的金钱数量啊，总体来说是比较夸张的，身上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并非难事啊，这就算是日元也有点夸张啊。如龙千里把开公司小游戏玩到股价第一的话呢，几分钟打赢一次股东大会就能轻松获得300万，来钱是相当快啊。但如龙里的大部分物品和药物的价格却非常便宜，因为游戏主打的就是接近真实的店铺体验。大家想象一下，自己带着几十万人民币还是现金啊去便利店买东西，那是个什么样的情绪呢？这对回合制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 MP 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了，根本不需要 MP 管理，身上的药和食物多到根本吃不完，简直就是美团外卖王者呀！那肯定是哪个群攻哪个伤害高就用哪个呗，要啥配合呢？有个奶妈回血不死就行了，剩下的人只管人打招，很多技能乃至部分职业的平衡性失去了作用。我自己中后期就处于无脑战斗的状态啊，没有什么技巧，上来就怼卫星炮，马斯克都要来找我采购技术了。BOSS 就打消耗战，总归可以磨死的嘛。某种意义上来说，战胜敌人的不是我的技巧，而是我的钱包。果然是大人的世界啊。如果是街边遇敌，那就更加毫无顾忌了，因为如龙里有街边小吃这个设定，几百日元点个小菜，那所有人满血满蓝，这点钱在如龙里根本就是厕纸啊，恢复成本低到可以忽略。更可怕的是，一次小吃就能涨10点友情经验，可以无脑刷，关键还不贵啊，真就是吃出来的友情啊！装备系统也是这个道理。作为相对自由的游戏，虽然如龙7做了限制，但在流程里还是遇到了装备明显高于当前主线的情况。很明显啊，我是提前买到了更后期的装备。相对的，游戏后期又出现了玩家等级大幅落后于主线，强迫玩家去斗技场刷级的情况，有种故意推销小游戏的感觉，同时也是难度曲线不合理的表现。这些都是如龙以前遗留下来的，直接套在如龙7上呢，我觉得并不合适。以前的如龙是即时战斗，人物再强啊，这架还得自己打，总还有个操作。但回合制呢，比即时制更加依赖数值规划，毕竟它玩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优秀的回合制游戏，是不是都有一种紧巴巴的感觉呢？这种介于资源够和不够的之间的反复横跳，是这类游戏的精华所在，而这也是如龙7所缺少的。当然，也不是说如龙团队就不懂规划、不想限制。游戏系统包括数值设计，它们都是游戏气质的一部分。如龙的气质一直都是款成人向、不拘小节、大咧咧的作品。这个系列的经典数目往往都是 E 开头的，讲述的都是传奇黑道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一个游戏的主角啊，总不能盯着几万日元过日子吧？太小家子气了嘛，不符合如龙的格局。我玩游戏呢就经常不解啊，我都是国王派出去拯救世界的勇者了，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钱和装备呢？啊，还要我自己打？所以夸张的数值其实也是团队有意为之的，只要配套的经济系统可以平衡好开销，依旧可以成为如龙的特色之一。总的来说，如龙7的回合制有个不错的骨架，概念和特色都很明确，就是骨架上的血肉有点七零八落的，不够整齐划一。只要世嘉愿意打磨，平衡新旧世代之间的系统定位，我个人觉得续作继续沿用回合制也不是不可以的。毕竟当年如龙1刚出来的时候，当时的战斗系统在如今看来也不过是个雏形，远不及日后作品的丰满和成熟。而且考虑到如龙在即时战斗上的经验和如龙7的表现出来的倾向，我觉得之后的如龙很有可能会在保留回合制的前提下，继续加大即时制的机制设计，再加上更多的环境互动和队友的合体攻击，想要改良方法多的是。本来如龙系列确实有点腻了世嘉这么一改革，未来的如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我真正入坑如龙系列是在比群星还厉害，能模拟宇宙的 PS3 时代。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中文，日文的剧情花了很多时间去消化。但要说如龙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剧情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如龙里的那帮角色，不是从天而降的三无少女，不是命中注定的勇者大人，也不是烂大街的俊男靓女，同生一马、真岛五郎、亚岛大河，个个都是有血有肉、铮铮铁骨的 SSR 级猛男，不做作，不废话，也不坦诚，可以为了信念忍受苦难的人生，敢于揍翻任何一个践踏尊严的混蛋。用最温柔的肩膀扛起最疯狂的传说，这种非常亚洲式的硬汉设定，在日式游戏的主角中是极其罕见的，更别说如龙还有黑道文化这个与众不同的大背景。
配合上重剧情的游戏框架，共同造就了如龙角色在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春日一番这个新主角刚公布那会儿，我对他的未来是有点不安的啊。毕竟无论编剧多么给力，仅凭一部作品也很难和花费了10几年建立起来的角色抗衡啊，这不现实。他的前辈桐生一马实在太成功了，成功到无法想象谁能够替代他。当然，盛家比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如龙团队转变了思路。既然春日一番注定无法快速超越桐生一马，那么从一开始就不要让他们站在一起，不要让玩家觉得春日一番是来替代桐生一马的，将他打造成一个小人物，让春日一番去仰望、去追赶桐生一马。他能脱离最底层的生活，成为新一代的龙吗？这句写在如龙7包装盒上的话，既是如龙7的故事主题，同样也是世嘉给春日一番这位接班人的角色定位。所以，如果把如龙7的开头和如龙1的开头比较一下的话，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桐生一马上来就是东城会的直系堂岛主的舍弟头辅佐，义父丰间新太郎作为东城会曾经的得力杀手，4大权重坐拥半壁江山，贼硬气啊！而另一边，春日一番的老大同样靠着夺命荒川主的武斗派名号，在东城会里获得一席之地。但荒川主终究也只是一个3级小团体，没啥权力，任人使唤。一番自己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弱众，档次太低。剧情上，如果27岁的桐生一马没有主动背锅，那么他很有可能要拥有自己的桐生主了。而且堂岛之龙这个名号是游戏一开始桐生就有的，在玩家体验他的传奇之前，桐生一马就已经有了地位、有名号、有实力，光环大到走夜路啊都不用开灯。游戏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去收2亿日元的巨额债务。看看这个任务的文字说明啊，打趴这些没大没小的家伙，让他们知道堂岛之龙的厉害，那叫霸气，牌面十足啊，比平成的怪物还有头面。但春日一番啊，就明显的还赚了一批啊，干的都是最低级的勾当，每天还要为收不收得到钱而烦恼，被主理大哥视为眼中钉，要去坐牢了，想着最后吃顿好的，但身上的钱啊，只有尴尬的一些硬币。唯一一点追求就是希望每次都能第一时间玩上最新的勇者斗恶龙啊！可怜的，我都想把自己的游戏寄给他了。哎，别 DQ 了，你说那 P5S 它不香吗？所以说当混混也没多潇洒嘛，不自由，没有加班费，还要天天考核业绩，随机挂彩，无偿背锅，何苦呢？还是996好啊！春日一番和桐生一马就像是一对被强行分开的兄弟，极其相似的遭遇，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让本性类似的2个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春日一番开朗、中二、爱讲话，甚至有点爱抖机灵，都是桐生一马身上看不到的特质。游戏早期有段关于春日一番背锅入狱之后被其他狱友欺负的剧情，让我对这段的描写记忆特别深刻啊，因为那个面包和被咬断的画面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啊不，是因为类似的桥段在如龙1里也有出现。桐生一马当年的应对方式就是直接开干揍爆对方，完了自己还毫发无伤。但春日一番却隐忍了整整1年，因为他不想惹事，想要早早出狱见一面老大。一个是绝对的王者，一个是世故的普通人。我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但就像我在审判之眼里的视频里讲过的，我喜欢游戏里制作组试图还原侦探行为的设计，即便不那么经得起推敲，甚至搞笑，但让人物性格、身份和行为互相自洽，永远都不是坏事。这一点在过去的如龙里大家可能并不察觉，因为桐生一马这个角色就是只会用拳头讲话，这让如龙里的干架变得合情合理，也让剧情的编写可以绕开很多东西，非常讨巧。但这个鸡窝头的出现呢，改变了游戏规则啊。就像我说如龙的系统需要配合回合制做出调整那样，如果是在想让春日一番有朝一日可以赶上桐生一马，那他们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如龙式剧情里的桐生基因。事实上，在这方面，如龙7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案例，比如游戏一开始，春日一番去讨债，结果发现对方是自己儿时的玩伴。一番虽然用如龙式的干架打服了人家，但只拿走了空钱包，留下了里面的钱，因为一番知道对方的人品，也从各种细节里推敲出了他的难言之隐。一番没有拿走钱是出于情义，故意拿走空钱包只是作为黑道的交代。这种就是玩家想要看到的细节，这样的故事才属于春日一番的。类似的情节在如龙7里还有一些，但很可惜他们没有贯穿始末，中间有不少主线剧情游戏回到桐生一马那样的蛮干模式，为了推动故事发展，强行抹杀掉了春日一番该有的特质。老实说，我觉得这样非常可惜，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如龙7的结局啊，当然我不会剧透啊，不能告诉大家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说的是，我喜欢它是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属于春日一番的结局。这里面有桐生一马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演绎的剧情，
所以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如龙七》，光凭这个收尾，我也愿意给这个游戏一个好评。包括这次《如龙七》改成了回合制，说它是遇到瓶颈也好，是博眼球也好，是如龙团队想要改变挑战自己也好，但换个角度来说，回合制强调的是团队作战。勇者能战胜恶龙，是因为他并非孤身一人。正如没有那么多光环、能力和家世都远不及堂岛之龙的春日一番，作为一个小人物，他需要依靠众多伙伴的帮助，才能从谷底爬上来一样。很多人可能都没意识到，如龙七的回合制不只是恶搞，也不只是玩梗，它同样也是塑造春日一番这个角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春日一番能不能挑起这个系列未来的大梁，我想说，如龙七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个男人的潜力，而且看得出来，制作组从一开始就有意的把春日一番的可塑性做得很强。他不像桐生一马那样一出场就接近满级的面板数值屌是屌，但后期也缺少成长。所以桐生一马的人物框架早早就锁死了，故事也越来越难写。但春日一番就完全不同，膝盖面板跌入谷底，天生乐观，无名无利，地位、阅历、价值观、战斗力都有充足的成长空间。只要没有像桐生一马那样被判无期徒刑，家族成员也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将来会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料。所以我说，如龙系列的主题就是人生电视剧，漫漫长路，无常才是常态。春日一番才刚起步，他的故事可能又是另一个弹指10年。让我们一起在系列变革之作里，慢慢看着这位勇者的成长吧。如龙系列不算外传，之前一共出了7作，而这个系列呢，剧情的占比非常大，所以如果没有从第1作开始玩，那从任何一作中间插入，都是缺少很多乐趣的。但整整7代要从头玩起，成本也确实太大了。其实如龙的制作团队呢，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们才会重开一个新阶段，就是为了让现在的玩家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虽然里面也有老梗但是就算不理解，也不妨碍这一作的体验。所以如龙七是现在入坑这个系列最好的机会，而这个系列最核心的体验就是以超长时间、以游戏数量跨度超大为基础去铺垫一个人的成长，而正是因为有足够的幅度，所以才可以把情感铺得特别满、特别细致。里面有那么多小游戏，有那么多店铺，那么多支线，不仅仅是为了塞时间的，更多是为了把这个人成长的路程事无巨细的都给展现出来。因此，它是一部非常详细的日剧体验这部自由的日剧的诸多细节，从而感受一个人的成长和传奇，是这个系列的核心卖点。自己是否愿意入坑这个大部头的日剧，就看自己的喜好咯。好，疫情还没有结束，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不要乱跑。没事在家里多给我们点赞我们下期再见，天不可以永在，我是聂俊。